不是，我真的不是骗子。我手机没电了，钱包也不见了，我只是想借电话。但为什么那个路人一看到我靠近，直接后退了一步？因为你刚刚那句中文听起来太危险了。我明明说的是，你能帮帮我吗？问题不在帮帮我，问题是，真是中国街头，大部分人对陌生人突然求助会瞬间警觉，尤其大城市，尤其你语气很急的时候。等一下，所以中文没错，但还是会失败。对，这就是很多人来中国之后最崩溃的地方。你学的是正确句子，但真实世界里，中国人其实是在判断这个人安全吗？这是不是骗局？我会不会被缠上？天哪，那怎么办？总不能真的出事了，还没人理你吧？所以今天这集，我们不讲怎么报警，我们讲的是怎么让别人愿意听你讲话。大家好，我是善。大家好，我是 Mo。这个也太真实了。比如，很多人第一句会说：“救命！”不行吗？很紧急耶。你以为救命万能，但其实很多情况用了会非常奇怪。因为救命在中文里情绪等级非常高，听起来像被袭击、被绑架、快出人命。所以如果只是手机不见了，那别人会先愣住，然后开始怀疑你。更自然的是，不好意思，我遇到一点麻烦，能不能帮我一下？等一下。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先降低危险感。对，你要先让对方知道你不是危险人物。很多人学中文时，只想着表达信息，但真实沟通里，对方首先接收的是你的情绪。哦，难怪有时候我中文没错，但空气突然很尴尬。对，而且还有一个隐藏问题，很多外国人一紧张，中文会突然变得特别正式。对对对，我会变成您好，请问是否能够协助我？然后中国人脑子里会想，这个人到底要卖什么？太真实了吧？真正自然的求助中文反而很短，比如不好意思，我手机没电了，能借我打个电话吗？原来重点不是礼貌复杂，是信息清楚。对，而且中国人很习惯听原因。如果你只说借我手机，对方会本能防御。但如果你先解释我手机没电，联系不上朋友，对方警觉会下降很多。但这里还有个问题，如果我根本听不懂别人回什么呢？真正崩溃的部分来了，我就知道还没结束。因为很多中国人不会直接说不，他们会说我也不太方便，我现在有点急，你问一下别人吧。等一下，这些听起来不像拒绝啊。但其实已经是拒绝了。很多外国人最容易卡在这里，以为还有机会继续解释，然后越解释，场面越可怕。所以听力重点不是字面。对，是情绪方向。中国人很多时候不会直接说不帮你，
而是让气氛慢慢告诉你答案。天啊，中文真的很像读空气。尤其求助场景，因为大家怕尴尬，也怕风险，所以真正重要的是，你要快速判断，对方是在犹豫，还是已经拒绝。那如果真的很严重呢？比如东西被偷，这时候你会开始遇到另一种中文，就是描述问题。哦，对，我发现这个超难，因为脑子会空白。对，大部分人平时会学苹果、咖啡、地铁，但没人学我东西丢了，我找不到朋友，我的包刚刚还在。而且一紧张，更容易忘词。所以真实紧急中文一定要短句话，不要试图讲完整故事。什么意思？很多人会这样：我今天下午从酒店出来以后，然后去了商场，后来搭地铁的时候。对呀，我会疯狂补背景。但中国人真正想先知道的是，什么东西、什么时候、现在什么情况。哦，就像信息分类。对，所以你先说，我的钱包不见了，里面有护照，我刚刚在地铁站。这样反而更清楚。对，而且还有一个超级真实的问题，你会发现中国人很喜欢问，你最后一次看到是什么时候？啊，这个我一定卡住。因为时间表达压力很大，一紧张，刚刚、刚才、之前、一会儿前，全部混乱。对，我脑子会直接死机。所以最安全的方法是别追求精准。你可以说大概10分钟前，应该是在地铁里，可能掉了。可能是不是很重要？非常重要。中文里很多时候不确定比假装确定更自然，尤其公安、工作人员这些场景。因为如果你讲的太绝对，后面又改口，会很奇怪。等一下，说到公安，很多人会不会一听到公安就紧张？会，尤其外国人。但其实很多时候，公安最在意的是信息清不清楚，不是你中文完不完美。所以不用拼命说高级句子。完全不用，甚至越简单越好。我护照丢了，我需要帮助，我住这个酒店。哦，原来关键词比完整文法重要。对，但真正可怕的是下一步。还有，中国工作人员有时候会突然连续讲话，很快，很流程化。比如，先登记一下，出示证件，去那边等一下。对对对，一快起来我就只听见声音。所以这里有个生存技巧，不要硬装听懂。你可以直接说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慢一点吗？我中文不太好。但很多人会不好意思讲。可是假装听懂，后果通常更惨。尤其中国很多流程是连续动作，你只要漏一步，后面整个断掉。太真实了，我有次就是假装听懂，结果站错队20分钟。而且还有一种隐藏压力，就是后面有人排队的时候。啊，那种压力
会让我瞬间失智。对，所以你会发现，真正高级的中文学习，不是我会不会这个词，而是我紧张的时候还能不能输出。这个真的太重要了。好，最后帮大家总结一个真实求助流程。第一，先降低危险感。不好意思，我遇到一点麻烦。第二，先讲核心问题，不要长故事。我手机没电了，我钱包丢了。第三，用关键词沟通，不追求完美文法。第四段，没听懂就立刻确认，不要硬撑。还有第五，不要一开口就救命。对，除非真的有人追你或有危险。如果这集让你发现，原来真正困难的不是单词，而是压力下的大脑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下一集我们聊一个更隐形，但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：中国式社交。为什么别人明明没生气，你却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？那个真的比报警还难。